好的，欢迎回来。这个要到今天第二局比赛了，因为我们今天打的是一个地图交替啊，所以说今天第二局的话是打这个沙漠地图。是的，沙漠地图可能对20支队伍来说，可能是一件稍微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因为本身地图会比较大，点会比较多。那对于像海岛地图这种肉点来说，可能在沙漠地图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会，比如说会避免啊。那话不多说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第二局比赛当中。来了啊，关键这个还是得看航线，对吧？如果航线给的很偏的话，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但不过这一局航线给的很好啊，从这个 Impala 出发啊，一路往这个 A 镇去走。航线还行。穿过了这个电厂山的这个位置，看一下落点吧。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冲突，但是肯定没有上一局打的那么焦灼。没错。目前来看，初期跳伞几支队伍其实都还行，CCG、WCG、New Happy 以及 X-Men 没有说有一个跳点的冲突。是的，今天就怕那种超偏的那种航线，就导致大家能够落位的地方很少，这个可能会战斗非常的激烈。看一下落地之后的一个选择。CG 的话是这个航线初端的一个落伞啊。是。其他队伍好像也还行啊，目前也是有一些分项的情况，可能抢车的问题会比较大。在飘城口的这个方向，车有点打滑，太远了，而且这边金也要这个枪械配备一般啊，7秒没抽到。看一下 RBS 和这个 GNG 的一个飘伞的一个情况，好像飘伞是 RBS 更快一点，确实更快一点。先抢城头啊，有枪再说。好，这个窗口很关键啊。这个圈形是给了个北部圈，这样的话，初期落点像 KDF、FM 以及 DR 都是本场圈内的第一顺位。再看正面19，有把 Scar 对面是把16，这不好说啊。对面，哎，我就说吧，L16的3连发这个连点确实是射速还是比较快的，虽然说经过一轮一轮的这个削弱啊。Scar 确实现在大家宁愿落地拿16，也不会落地拿 Scar 这个枪。是，没办法。但主要是看你面对的是哪一把枪，对吧？你面对 Scar 的话，肯定是这个16在这种情况下好用一些。是的，射速快，3连发哐哐哐就飘头了。只要都没有头甲，这个就是拼这个射速的一个情况啊。锁定位置了，经济打不着急了啊，随性是一把16，看一下选择。哇，不止拿了枪，还有图资。经济这个落地肉点速度确实很快啊，瞬间 RBS 就被淘汰出局。Carol 因为跳点是在一个皮卡多的西野，其实整体物资其实不是特别的好，而且站位比较散。分散打野嘛，这局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物资可拿，而且由于17他也是喜欢落就是这一侧位置，就皮卡多这附近的位置，所以说他们也是提前拉出来，对于 Carol 这个搜点还会有一定的影响。SSG 沿路拿车，这把栓好远啊，没有栓到。我打了一枪，1滴血吗？这打哪儿了？好像栓到了吧？我看那个血条1滴血，是有队友的补枪啊。刚开始空了一下，差一点点人就下来了，很凶。那我前面也在看地图，就是17为什么会从皮卡多去到那个南边那个山头谷仓呢？那大仓这波难道是两边都有想法？那些17赶紧先回皮卡多，反正车也有。他们车很多啊，这局人手一辆。是的。DL 这局的话也是落在圈内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一片位置的话，在这个航线终端落伞，导致周边队伍特别的多。没错。
这一局打野队伍还是挺多的，导致初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这个也是因为这个队伍多了之后，有一些点是根本抢不下来的，是，就直接野区就跳了。不过好在就是大家也知道米拉玛这个图可以去搜的一些点位，就特别是野区特别的多，黄区也比较分散，还是有些物资可以拿的。它是往北边飞的嘛？北边落地搜点其实也还就是整体物资情况来说呢，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就稍微花点时间，然后后期就是你可能要抓一个很好的时间去汇合，但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对物资影响问题不大。是的，我觉得 Pyro 其实可以不用着急，因为 Pyro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在 PR 西野这片的物资实在是有点穷。就既然你前点位17如果没走的话，其实不如回去多拿点载具，再搜一波，慢慢打了这把想打快其实不太现实。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局顺位已经非常的低了。是的。其实这一局的挫折可能跟上一局来了，看一下，艾流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啊！艾流也是直接把人给打补掉了。看一下，1打2，艾流是这个确实真的挺猛的。没错。反应很快啊，连续接下2个。这虽然说 GC 这波是，第一个人是遭了埋伏，但是第二个艾流确实是因为毕竟高打低，对方先露头皮了，你从那个楼梯上来，先露的一是头，对象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是的。天霸现在比较厉害的点就是，他除了自己的那个主阵容之外，他任何一套板子拿出来都是很上得台面的，都很强。这个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说，像天霸这种队伍，就是那种可以应对不同环境、不同比赛，然后也能够很快适应的一支队。我们先看到这一侧 ，RCG 和这个 GNL 好像信息拿的不全，完蛋要出队了。但是小头反应很快。极限反杀再掉头回去，还好是个皮卡跑得快，先把这身补了。真没想到，因为 Stella 他是有做提前的买点的，信息第一时间是没漏。是的，这波被小童反杀，这波 Stella 其实人也是有点懵的。本来感觉这分有分送上门，结果被小童直接回手一逼大反杀倒了。没错，而且这一侧的话队友信息也漏了，想帮队友快速补枪。那另外一侧。GNL 这个也是被堵在了小厕所的一个位置，好尴尬呀！应该是已经确认厕所只有一个，响星是可以清的。里边 GNL 还有这车队中间夹了一个人。TT 不打吗？直接回头开野，但是若白好像没打过呀。而另一边 GNG 半路停车被艾坤打下来一个混战 ，FTG 处理的很快，又是一个1换4，这个完全可以接受了，对吧？因为这场战斗对于2个队伍来说都是风险比较高的战斗。FTG 这个车站打得很好啊。对，这个属于骑军，就得靠载具的那种。是的，主要是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人手1辆车的，没办法有2号位切出来去开枪去一逼子，只能自己切位置。CCG 在东边也是进行一波转移，隔壁的双仓是没人的。不过 CCG 整个东侧其实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高点去吃一些信息。想直接往 CDV 的方向走，前面的围墙房是没人的，这一片酒馆还可以再往前走。不过再往前走的话是暴龙哥的分采高点酒馆，那这个点其实 CCG 如果想要的话，只要抱团去清就行了。暴龙哥应该是会把这个点放出来让给 CCG 的。是的 ，FTG 的话是走了这个火车北站，然后北部的一个顺位。那这局由于航线的关系，导致北部是一个圈内相对一个弱侧啊。
是的。那这一场呢，进圈问题不大，就看这个圈后续能不能再去往北走，给 FTG 一个切角的机会。然后 Pero 也是，就这场刚也聊了，他没有什么顺位，就是走这个南部直径是不好进的。然后当时也是知道一些17的情况，所以说是选择直接往这个圈型的西侧去绕了。他可能持续还会往北部去绕，因为他们在西侧还吃到了一些圈边的压力，有车，这场打的也不着急，看后续圈型能不能给到切角了。是。哦，确实。哎呀，对，我还是往水场这边走了啊。那这样的话，因为后续我们有时候4圈就是水场北边那个小房就刷走嘛，这个圈后续还是会往东边去走一走，然后圈就很好判断。这样的话 ，CCG 看能不能再往前去拱一拱。好像 Lush K 应该是要去跟暴龙哥去汇合了。高点这个水场其实没必要放，直接去那个防区就行了。BT 的防区还行，就是这个还能往前再延伸一点。前头也是队友的一个探点 ，CG 这波落位之后，金鸟打。是的，遇见的是 GP 啊 ，GP 其实正面作战确实是，感觉打的不是特别的好。后点的2个队友还没有完全的支援到位，但是远点 WCG 的出枪把白龙马打掉了。哇，他是怎么穿过这个防区？那个有一个角度，正好看到了。是的，这边 GP 的支援已经到位。想要反包 CCG， 但是高点是有小童做架枪的，这个过点其实不太好过。这个窗口也是四处漏风。好 ，AZ 到了1楼。现在其实这一侧也是延缓了 CG 的攻势，不过好在人也是顺利的扶了起来。看一下 WCG 做的选择，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开车，要往这个山头的方向去拉，因为前点有2个队伍在交火的话，其实对于 WCG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去拉扯顺位的一个机会。边拉边看。哦，过点第一波没能扫到，但是这个点其实秒了之后需要利用雷去补的。我 GP 这把打得很主动啊，想一扫颓势。先扔了一波协同雷啊，但判断并不是很准确，人并不在楼上。是的，他们面对的是 CCG。哎，完了，这个感觉差一点啊！明妮 AZ 也是听到了一声低声，闪身躲过，好险！蓝圈手雷先排2楼。哇，这个雷哇，差一点，太凶险了，而且差点就吃到蓝圈伤害。小童这个点架得很死啊！但是扛不住周边还有队伍的一个加枪，他头顶还有队伍，他自己的处境也挺危险的。赶紧风烟先下了，这个点是架不了，因为原点有 WCG 一直在做加枪。这场 GP 的这个雷真的多啊，好多投掷物还在持续的投掷，而另外一侧的话是 Pero 和 FTG 是的，在北锁定边相遇。的位置。一波小崔1打1，这个雷好像能炸到，这样的话马宝波已经被炸倒了。好家伙，年轻人不打正面扔投掷物是吧？他这个确实是不用枪就能解决。里边好像 CCG 的站位完全被包裹在了防区当中 ，GP 打得更加的主动，圈线一个难切。KDF 那个酒馆高点直接抓成一个圈的正中心，而另一边白龙马再次被炸到2楼了，不太好救。小童血赶紧先打血，2楼也被封了烟，但是吃到了燃烧瓶，皮克南要倒了。哇，这一波投掷物的使用对于 CG 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干扰。BT 加强的位置也是被发现了一个侧身，直接被打掉。这样的话 ，CCG 只是一个人，我 GP 这把换了一个人，打得好主动，是我太大声了。本来想到枪好像有点软啊，但没有想到，人家这投掷物多嘛，其实第一波也是靠投掷物解决的。是的，救起来2，但是这个男还是被打掉。
像只剩白龙马了，白龙马能不能操作？再混烟。哎，一个雷在脸上，赶紧撤！哇，还有投掷物可以用。还能救，但是好像就不太好救了，在楼梯的位置封了烟，但是白龙马身上其实有2颗雷的。让冰男爬一下吧，一个折角雷。主要是没烟了，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好像上来了，不能救了。扔火的这个 timing 被 GP 抓住 ，GP 这波0换4防守住了 CCG。啊，另外此话是这个 KDF 和 DL 是区中心的一个位置，两边由于没有太好的掩体的一个遮挡，这一侧篮球打的有点太粗了，就是说他把所有防区，他只留了暴龙哥一个人，加上3个人从防区西侧出来要去清理 DL， 这波其实是有一点风险的，浪费了很多的投入，但是好像分没怎么拿到，还是撤了，这个就是风险的问题。而且你回撤的过程当中啊，就怕被人打过点，赶紧跑。这个雷感觉要出事儿，是的，这角度太吃雷了。其实只要锁定角度，位置不要出太大的问题，我感觉可能会多想，真的要多想。这个雷要出事啦！真的这个雷在脚下，在脚下炸2个半。马哥跟 Summer 都是半血，还有雷，还有个蓝圈手雷，这波77一个人要操作了。高打低，要1穿4了吗？我1穿4，这波77把 Pero 全部操作了，就感觉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出事的。这个点之前在世界赛上就有很多的一些名场面。对，这个因为你顶坡的这个酒馆，一旦有人，这个点是确实是没办法操作，你根本抬不起头。跟地形的关系非常的大。是的。但主要这一场对于 Pero 来说就是很难打的一局，本身自己顺位也很低，走北部顺位的话，其实往前推的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是的。跟比如说天霸先把这个山头给踩住了，就非常难操作。DT 这波开车，这波是拉到了这个反坡。哇，这个时机。假如果是刚刚在这个 KDF 和那个打架之前那个时机过来的话，没准还能抢一下这个酒馆的顺位啊。是的，但没办法。DT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给你抽下来了。啊 ，KDF 怎么死了一个？这个应该就是之前跟 DL 打的时候，是汇合的时候被抽掉的。这个好伤啊！这就是 KDF 打的太激进了，是的，风险太大了，没必要。就是你有一个中心点，你还要去拉出去清理，这个其实不太好。哎，大树老师先吃一颗投掷。这个是7的一个补强，是的，天霸开始自己的这个清边处理了。哇，这场的天霸又是已经拿到了9个淘汰了。没错。77最后找到 GC 最后一人，10个淘汰，但是4圈蓝圈还是有点痛的。赶紧走！另一边金尔也是被淘汰出局，被蓝圈收走了。是的，东东话也是直接开车，他们在城火的那个防区已经是被刷走了，直接开车到了圈边的这个反坡，暂时周边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近野这一次 X 面和 GT 在北部的这个区要打起来了。X 边要先进圈，这次圈线拉得很长，另外一侧是 DL 和天霸，完了这个雷感觉要补伤害了。难操作，这个 DL 的阵线是拉得很惨。
就提前已经部署好去防守你天霸了，而且天霸当时泡泡是没能去救起来之后，还是被蓝圈带走了。哎，玉这波打了好几个啊，这个波点的timing也抓到了，先，这个来不及了。是的，蓝圈来了，5圈毒很痛，扛不住的。确实再次往北走，连续的南北反复横跳。可惜在坑内属于一个正中心，而那边没烦恼出枪。打掉一个，对方另一个人在混烟在自己的头顶，这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有闪吗？跟雷，出枪的位置暴露，没烦恼直接打一个屁股背身，问题不大，拿下7个淘汰。佛也要持续往前去推，这次也是拿到了 DDT 这个石头阵的位置，先拿手雷第一神去排，激火雷先扔过来，而且侧翼还吃到了 KDF 的枪线，一瞬之间只剩下经典的人了。好像雷效果不是很好啊，没能炸到。这边的有牛海北的枪线换成原地一趴的位置，正好被发现了。好像换成这个点也不太好救啊，能救吗？赶紧封烟。距离有点太远，虽然说是1打，这个时候位置好像要开车才能去救，风险还是属于比较大的。SSG 啊，他也是清楚这一侧圈边可能要抗压了，第一时间也是收缩阵线，在盯防17那个位置，但是屁股后面是有队伍的。是的。那边 DDT 打出来，其实7反击，要被打倒了。不过好在这边一颗雷直接终结了 DDT， 可以拉一手。对 DDT 他那个石头阵的位置暂时还在圈内，还能过渡一下。小北看一下这个雷的效果，对方血线不是非常的健康，再补一颗。这个雷感觉角度还行啊，但没有把人炸掉。但自己这波出枪也是被这个一龙哥找到机会。封烟保一手队友，SSG 还是在这个坑内没能顶住，小北就能救。这局的话，牛海比两边还是要扛点压力，但是这一局其实优势还是很大的。是的，看牛海比的侧重点是哪边了？反正好像目前是一个分才，两边都在看。是的，因为他不会主动去清一个边的一个进攻，而是说尽量把一个边先削残了之后，下一步如果这个圈不在了，还要往前再推，做个提前的一个预防。现在重心应该是放在副 M 这一侧了，另外的队友应该是卡17的那个位置，这个雷有了，再补一颗，同样的一个角度，因为。整个南边啊，17牛海比跟 FOM 其实都不在圈，包括 DSS。那对于现在牛海比来说，这个圈想提前进圈进行反卡，其实有点难。我觉得这波牛海比肯定要孤注一掷，要选择一边要打掉了。是的，从信息的掌握上来说，大概率会走这个 FOM 这个点啊。但是他们好像17要选择进攻，那12月倒了之后，队友是全部过来回防了。现在是没有给到你选择的权利了，因为17已经压上来了。是的，这波你是必须要接的。17这边是能把人救起来啊，12月已经被补掉了，4打3，明明还在拉位置。哦，钢掏火，这个火应该是扔在自己脚下，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救不了了。一颗雷再过来，扔的有点远，小北应该还能抢救一下小鬼。只剩49在后点一个人，但是明霸天太厉害了，在侧翼一个人完成了突破。最后的122也是被 Rumba 找到，这样的话场上还剩4支队伍。小鬼放倒了匆匆，连打带补，明明这手上还是一颗雷，3头3甲，这个兄弟的防御还是不错的。哦哟，顺爆直接弹过车顶，将小鬼给炸倒，还剩小鬼一个人，双方都有互换，1打1了，明明单人7个淘汰。后面有枪线一直在修，一个蛇形跑位。
由于圈边这一场这个2个满边队伍的一个互耗，导致这一局其实机会是给到了这 KDF 了。目前踩住了圈内的大部分的这个地形，然后枪械的完全展开，并且我看到人把也是直接拉位置拉过来了，想进行最后的一个圈边的一个收分。但这一侧的一个位置感觉挺冒险的，但是17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明明这波把经典的淘汰拿到了，看这波对位能不能打过。位置上来说的话，人马是更具优势一点，明明也是要先吃到蓝车的伤害，一波移形换位，先换到另外一个经典的反坡，这个位置再圈能打，但是 KDF 队友已经过来了，这波一旦人落位了之后，明明的损失非常大了，关键是没有投掷物了，打完之后也没有来得及补给，而且10切投掷物应该也是用完了的。现在其实要看一下李白的这个位置。他信息也暴露了，那其实 KDF 这局就没什么太多悬念了。不能给明明穿了吧？很难，真的很难。是的，恭喜 KDF 是拿下10个淘汰成功之境啊！所以说初期有一点小的一些这个损伤，不过问题不大，因为确实在当时的3圈啊，整个圈型就是给了 KDF 非常好的机会。当时的圈内唯一的一个高点的防区，也没有任何队伍对他发起进攻。是的，反正这场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个 New Happy 17，他们有一支队伍是这个高编制获胜。这个就还有的看，但一旦是打成这种2败俱伤的一个局面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KDF，他其实在防区待了很长的时间，确信给了之后，他也没有第一时间从防区拉出来，而是还是观察了一下卡圈边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一看场上人数，也知道这个人北部是全部不在了，也是提前把中心点给踩住，然后持续扩大自己的优势。这个圈也给了，对吧？位置也好，而且圈边战斗打的确实非常的惨烈。这个确实因为当时我觉得。2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他不是给了个北签嘛？因为你包含了整个水场，也意味着这个圈型后续还是会往东边去走，只不过是南北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像当时的 Perro 啊，他当时的判断他是绕了个北边处理了一些残边的一些分数，但是呢，后续圈型给了一个南切，导致 Perro 是没有办法玩。虽然说找到个小的那个平台，但是那个平台我们在世界赛当中很多比赛当中看到过很多次的名场面，因为那个平台很容易就会吃投掷物被人操作掉。这把就是被77一波1穿4。那后续因为确实它是来回的南北横跳，一会儿北边一会儿南边，导致其实像这个原住民的，你就比如说 KDF 拿到这个防区，它很舒服，因为北边打完，它给你切南边再给你消耗一波，基本上场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满边分数了，就是一波残边，打一个决赛圈绕一圈，基本上就打完了。是的，确实抓住了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这个从决赛圈角度来说，打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确实，也能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反复横跳导致圈边战斗爆发非常的频繁，所以说一直看到这个队伍之间的互相消耗。其实我感觉 New Happy 在那一波的处理当中，因为前期拿到了 4M 残边的一个信息，他在那个时候选择的重心肯定是想打 4M 那个点的，但没有想到这个17也是一波前压，他也想抓这个时机把这个反坡给拿住，只要打过了，机会就非常的大了。但 New Happy 本身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一支队伍，两边这样的一个消耗，也是导致最后也没有一个满边队存活下来，也是有一些小遗憾的。不过这局打的确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整个当时南边 4M 啊、New Happy 啊、17啊，包括 DSS 啊，就是4方混战。当时 New Happy 是被2支队伍其实夹在当中啊。其实当时整个17其实他没有，比如说什么后顾之忧，他只要那一波只要把 New Happy 卡死就可以了。只不过就是 New Happy 在处理 4M 的时候，因为本身就是人数优势，原点的这个明明的原点压制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个 4M 对于 New Happy 没有任何的威胁之后啊，明明就开始去拉北边的一个侧身，连续的突破给了17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其实本身17是个人数优势的一个优势点嘛，毕竟是4打3，对吧？还是被 New Happy 打回来了。是的，关键是当时刚出枪那一波那个雷和枪线的配合就打得很精彩，就一瞬之间就17就倒人啊，这个也是给到 New Happy 比较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优势。但17后续的这个反抗也很激烈，对吧？两边也打得有来有回的，这个最后也是没有给到太好的优势给到这个圈面的队伍。看这局拿分的一个情况啊 ，KDF 是拿到了20，New Happy 14，天麦是拿到了10分，全部都是淘汰分。然后17是拿到了9分，然后是 WCG、FTG、GP、GNG、Xman、DL、4M、DSS、Perro、DDT、CCG、GGC、SSG、GAL、OFG 和这个RBS。来看一下打完之后的一个总分包括这一场的一个战神位的一个这个归属。给到 Ramba， 依旧是 Ramba 啊。
7个淘汰，伤害782，也就是基本上是成正比的。那 Remba 呢，从当时的 Quattro 出来之后，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正面选手，包括去了 GBL， 然后后续转战到歼击之后呢，也可能因为体系的关系，我觉得 Remba 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一个100%的实力。是的，那看一下打完之后目前的一个得分的一个情况啊。天霸在第一局大分拿到之后，这局是拿到了很高的一个淘汰，目前是35啊，女海平25 ，KDF 是22，然后是 Pero 17 GPDL， 然后这个 DSS WCG FTG SSG FOM X 面 GNGG CCG RBS OPG DT 和这个 GNL。天霸目前2把35分，这个场均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场均17.5。挺夸张的，就如果说还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这一场其实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你想，天霸这个打的是一个圈边，对吧？他等于是这场圈边，其实这个圈也没有给到，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打这种排名分，然后也打得很高，这个就是天霸比较可怕的一点。好的，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会儿，等待一下今天第3局比赛到来。